zum Wohl。 zum Wohl。我们用德语还是用汉语？用德语都可以。都可以，因为选择很多啊。对，选择很多。选择很多，我觉得还是可以。对，而且你也刚才说这个价格跟德国一样的。对，但是德国没有那么多选择啊。对，德国没有那么多选择。我跟你们上上。哎，因为我是回民，我没有点猪肉啊。没关系，没关系。你这次回来待多久啊？待2个半月。哦，度假了回来？也不是度假啊，回来主要是照顾母亲啊。哦，你母亲啊？对对，已经很老了。上年纪了。对，差不多90了。不好，就是因为不好，所以才回来嘛。有什么问题吗？他脑梗，然后呢是半瘫痪了。哎呦，你们家就你自己吗？没有，我们一共有4个。啊，那还好。所以说到这个呢，我们在德国，我老是被德国问，哎，你们有4个兄弟姐妹啊？不是说计划生育吗？ Ich habe das gar nicht verstanden. Du hast 4 Geschwister? Ja, 4 Geschwister. Okay, also das war vor der Ein-Kind-Politik, richtig? Ja, ja. Ja, okay, dann macht das Sinn. 这个蛮好喝的。 Also es sieht auf jeden Fall gesund aus. Hier, guck mal, wenig Zucker und kein Fett. Genau. 低糖 Zero 呀。零脂肪。脂肪 fat。欢迎欢迎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欢迎欢迎。谢谢。自助餐厅请你吃饭，寒碜了点稍微。我觉得这样非常好啊，对吧？因为我很喜欢这样。对，你们拿德国护照的可能觉得这样挺好，因为我们在国内都是有做圆桌呀。他觉得这样的档次太低了。The level is too low, he said. 啊，我没觉得。你没觉得？没觉得就好，还是以。没觉得你好。今天你是我们的客人，所以你喜欢就好。其实吧，可能确实吃得欢，这样的话确实吃饭吃的这个质量可能会高一些。因为圆桌嘛，我们这边都得是。其实我告诉没有，就我告诉你，不用讲什么排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吃水饺我都觉得无所谓啊。但是你作为回民在这吃饭，会有些困扰吗？反正比我老家那边麻烦一些，这边青岛的穆斯林很少。我忘记了你老家是哪里的？聊城在济南旁边一个。济南是属于山东省对吧？对呀，山东省会啊。那个安徽省的省会是？合肥啊。这德国待时间太长了。因为对这边我确实不熟悉，最不熟悉我就是安徽和那个山东。河南、山东和安徽这个地理我不是特别熟悉。山东在这边，河南在这边，安徽在这边。安徽只有一小块儿，跟中国跟那个山东是交界的，很小很小那块。但是其他的我觉得我还是蛮熟悉的，从地理来说。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看窗外，就与南方完全不一样了。是吧？比如说，你们这里的农村都是1层的房子的。而我们南方一般都是3层、4层的房子，农村都这样的，对，这是很大的区别。是吧？我不知道功效上这种住宅是不是适应当地的气候，还是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谢谢。我们还没去过广西呢。但是南方你去过哪些地方？好像可能比我去的多。南方你去过哪里？南方我们去过很多地方，我们最近也去过西安。西安是属于西北。对。西安属于西北，不属于南方。啊，西安不是 ？No， 南。哦，是吗？西安比山东稍微靠南一点。它属于北方。刚去了福建是吧？福建属于南方，对。南方。Ich komme ein bisschen durcheinander mit den Himmelsrichtungen. 对，我们这几天去过福建。去过石狮。石狮也是属于福建的一个地方，对。对，石狮、泉州、漳州都是福建省的，对。他们讲闽南话的啊。哎呀，这个忘。那个漳州那边，我们去的那个土楼那里，当地人说客家话。还有客家话，对。福建人说听不懂。福建也有很多语言啊，有客家话、闽南话，对。他们漳州过去的那些沿海的那些人，他们说听不懂。那你到了我们那边也一样。你们那儿如果说客家话的话，我们也听不懂。我们也有客家话，还有我们的瑶话。瑶话。对，还有我们本地话，又和不一样。然后呢，还有一种
又不像粤语，又不像客家话一种混合的语言，也有，是吧？所以我们那边很多的方言，哦，但是现在一般都能够说普通话，你们能听懂像龙岩那边的客家人说的话吗？听不懂。听不懂。对，但是我们能听懂四川话，四川话这个好，因为我们广西有3种语言，广西有3种语言，有粤语，有西南官话，也就是四川那种方言，啊哈，另外一种那个叫壮话，壮话，对，壮话，壮这3门大的语言，那还有瑶话，又另外一种，那讲的人更少。因为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啊， autonomous region， 广西是 an autonomous region。啊，这个我听说过。和新疆和内蒙、西藏一样的对，那个地方有什么民族最多？是壮族，壮族除了汉族之外就是壮族啊。他们那边的少数民族很多，对，因为靠近西南那边的，就像什么瑶族、壮族、白族、彝族，这是非常多。因为那个年代交通不方便嘛，所以很多山的地方那就有很多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对，如果像这个选择这个规模，我觉得在德国起码要50到60欧元一位。现在德国的物价怎么样？你们离开德国很久了吗？我去年回去了一次，last year we went。对，去年我们回去了一次。去年什么时候？去年7月份。7月份。差不多1年，差不多1年了。当时感觉物价，反正是餐饮好像涨了大概30%，有，可能还更多。现在可能更多。这么说吧，我上次去餐馆吃饭，大概也是3个月前吧，大概。这样一杯饮料，如果是0.5升的话，现在是5.9欧元，6欧元。可乐之类的这种。反正就是普通的饮料，6欧元在科隆，0.5升。啊，meine Güte。然后是0.25升到0.3升是4欧元，光是饮料啊。我后来回国也是考虑到德国那边长期不是特别看好，对，物价上涨非常快。你知道拉面吗？在德国，拉面。呀。我上次看了，就是餐馆他们的价格，16欧元，就是一碗这样的面，16欧元。Das ist heftig。呀。以前是多少钱？我在南京吃了一碗，跟德国的那个比德国分量还稍微大一点，13块钱，13人民币。在我们广西那个米粉2两是5块5。你们俩是在德国认识的吗？啊。对，我那时候在德国有一个春节的一个小活动，是那种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举办的。然后那时候我还在跟我那天的汉语老师学习汉语。啊。其实那时候我不是太认真的学习，我就是觉得学习一点点的汉语挺有意思，可以吹牛一下。可以吹牛一下。对，然后在那个小活动我就遇到我的老公。啊。然后那时候他也就是我的辅导，Nachhilfelehrer。啊。汉语辅导。啊，汉语啊。他教我汉语，我教他德语。啊，语言伙伴是吧？啊，语言伙伴，语伴。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谈恋爱了。啊。但是这个需要很长时间。因为你跟他谈恋爱之前，对亚洲的男孩有好感过吗？挺好的。你想过吗？这方面没想过吧？我那个时候我找老公从来没想过。从来没想过。我那时候比较讲究学习。然后讲究我的爱好。所以最让我吃惊是，我那时候我对中国的智慧不是特别深刻。然后他那时候告诉我，哎呀，我是中国人，我也是穆斯林。这个让我，一个中国人怎么可能是穆斯林？啊，你不知道？那时候完全不知道。所以这个让我更好奇。也想让我更理解他。啊。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对日本更感兴趣。啊。在那时候我本来想学习日语，
但是我在这儿没有一个好的日语老师，只有汉语老师，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恰巧的，是一个好的机会。对，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也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听到那个在德国媒体的关于中国的新闻，一直觉得哎呀，中国好像有很多问题，但是我以后就忘了，不太讲究这种问题。然后我见面他以后，我就越来越对中国感兴趣，然后就去了解，对吧？就试图去了解。对。那么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来中国？什么时候？是疫情过后吧？对，2016我觉得，但是那时候就是跟朋友们一起过来。这个那时候真的就是去旅游。哪一年？2016。2016年啊。对，但是那时候真的就是去旅游而已。那时候我觉得，哎呀，我是在中国，好兴奋。你是我有点忘了，你不是跟他来，你是自己和你的朋友过来？不是跟我自己的朋友过来因为那时候我们还没谈恋爱了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一个第一个中国印象。然后以后这些次我们就一起去。也就是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你看到的中国和你原来想象的中国一样吗？完全不一样。我在德国媒体一直看到中国是那种哎呀很 dystopian， 人太多，大家都很难受，压力好大，也很多人权问题。那时候这个真的是我对中国的印象。还有环境污染，对吧？空气不好。对，空气不好。但是我来到北京以后，我就发现，这个没有雾霾。当然有一些天有，但是我那时候认为每天都要雾霾，每天都要戴口罩，每天很困难。但是我第一个印象是跟德国媒体并不一样。因为德国媒体用的那些照片都是有滤镜的，或者一年最差的那天，然后放到那个地方。对。说中国什么空气污染严重啊？他真的用最严重那天的照片。而且他们一直看看哪里有很多的垃圾，然后就拍这样的照片。专门拍阴暗的东西。阴暗的东西，拍一些难受的小孩儿。然后你回去之后，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问你，中国怎么样？然后你告诉他们，他们相信吗？他们可能相信中国有一些好的地方，但是他们到现在一直觉得，哎呀，中国可能有一些好地方，但是我还觉得中国有人权问题。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我到现在不知道怎么能。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说服他们 überzeugen sie。因为我父母有点认真。带他们来中国啊？对，其实他们这上个月也来到上海但是这是2天。只有2天。对，他们用那种Kreuzfahrtschiff 所以他们也去台北，也去韩国，去日本。所以他们每个地方只留了1-2天。时间太短了。对，我非常想让他们来到中国旅游。现在其实很方便，因为是的，免签了。现在德国人不需要买签证。15天。15天不用买签证。免签叫免签。免签。免费的免免签。签证的签，免签。Visa frei oder Visa frei。这个词就叫免签。免费你知道吧？对吧？免费知道。其实我在德国的朋友们，他们非常愿意来到中国。我在德国上大学的时候，我交了很多朋友，他们跟我年龄差不多。然后这朋友们也有一些土耳其的人。对。他们本来是土耳其人，但是在德国长大。然后他们也告诉我，他们
听说过很多对中国的不好的新闻，但是他们先不相信，现在不相信了。先不相信，因为他们也听说过对他们的国家的报道的，对假新闻的报道，假新闻，所以他们都说不能信，不能，先自己去，然后就选择信不信。对，叫眼见为实。什么？眼见为实。眼见为实。对，眼就是眼睛，看见，实就实际 reality 啊，眼见为实。对对。用自己的眼睛看，对吧？明白了。我也有另外的一个朋友，他非常非常想去中国体验一下。因为我在德国的大学那个基尔大学，他偶然也提供一些 summer school，可以去中国2个星期，然后学习。Summer camp。Summer school。Summer school，OK。现在我不知道来到中国多么复杂，以前你也需要一个 invitation letter， 你被中国人邀请了。现在不用了。我不知道。现在免签了。应该是，我觉得。不用了，肯定不用了。肯定不用了，因为我也。15天。15天不用。你直接来就可以了。什么都不要。对，这些年我都对签证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有我学生的签证。真的不用了，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不用。太好了。叫那个免签 visa frei。15 Tage。Ja, ich glaube, meine Freunde werden nicht, im Zweifel werden die keine 15 Tage bleiben. Zu lang für die? Zu lang und müssen ja selber noch Klausuren und Hausarbeiten schreiben. 他们还上大学，还有考试。而且他们都是学生，他们的钱不是特别多。真的希望我朋友们都会来到中国。在中国我觉得住宿也不是很贵啊，一般是20欧元左右。20 Euro pro Nacht。Übernachtung。对，这样还可以，我觉得。我觉得不是很贵，在德国现在可贵啦。Ich weiß nicht, wie viel bezahlt man in Deutschland für ein Hotel pro Nacht? 80? 80 Euro? Ja. Haut, glaube ich, hin. 80 Euro, aber... Je nachdem, wenn du dir ein Hostel kaufst, dann wahrscheinlich noch weniger. Dankeschön. Zwischen 60 bis 100 Euro ungefähr. Ja. In Deutschland. 60到100欧元左右，在德国。所以我在德国的时候跟父母或者跟朋友们一起住。在德国主要是吃饭现在很贵，上餐馆吃饭，饮料加一份菜，起码要25欧元，起码 minimum 25欧元，一般要30欧元左右去吃一顿饭一个人，而且只吃一个菜，你知道吗？不像中国这样你可以随便选。啊？炖的现在是8到10欧元了。你是以前的价格多少？现在的价格是8到10欧元。因为它这个价格也有不一样的，有的稍微贵一点。对。以前我记得大概是10年前吧，是3欧元到3.5欧元。对。很多人都想念这段时间。怀念那段时间，对。对，我去年去过德国一次，我也买了一个8欧元的döner。然后我在推特上告诉大家，这个döner是8欧元。然后大家都吃惊了，都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贵呀？这个我现在其实不在乎，因为我每次在中国留了1年，我很想念。北德我还没有去过，我还没有去过基尔，我去过汉堡，我去过Lübeck。基尔没有。基尔其实你在6月可以来到基尔，因为在6月有一个活动叫 Kieler Woche。是，这个是基尔最好的一段时间。相当于 Oktoberfest 是吗？差不多，也有很多喝醉的人。我一个人去，有很多的奇怪的男人。骚扰你哈？骚扰我，对，因为这些年的基尔活动
这个是新冠病毒以后，很多人很想出去玩，所以人太多了。有一次我想去一个地方，然后我得过马路，有太多的人，然后没有一个秒没有别人的手在我身上。哎呀，然后那时候我一直太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下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用我的美指。因为别人的手怎么在我的身上？德国咸猪手。还是要注意的，就是看情况。